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相信各位有玩万国觉醒的玩家应该都知道，万国觉醒是由热狗开发、莉莉丝运营了。那么同样的公司也是创造了另外一个游戏叫万龙觉醒，也就是万国觉醒的算是弟弟或者是妹妹吧。虽然万龙有不少的内容都是从万国觉醒搬过去的，但事实上很多新开发的东西都是由万龙先开始才到万国。就比方说前几天我们介绍的激战星君，其实在万龙觉醒里面也有。统帅对话好感度、地图切换界面还有无极地图，其实都是从万龙觉醒那边搬过来的。就连游戏的画风也要逐渐变得有一点像万龙觉醒了。但万龙觉醒跟万国觉醒之间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玩法上面有一点不同。那我也是有问过策划，他说如果万龙觉醒里面有一些比较好的机制的话，可能会搬过来万国觉醒。那么现在正式进入影片主题。游戏长期以来都有玩家想要拿到登峰造极的皮肤，但是要获得皮肤的条件太过苛刻了。所以在每一次的玩家反馈里面，我们都会看到有玩家提出说他们想要有机会获得登峰造极的皮肤，以什么方式来获得。像策划反馈，就像我之前所做的玩家社群反馈里面就有提到这个部分。但是在这个反馈不久之后，官方就发布了公告说他们会增加外观商店。本来大家还蛮期待的，但是更新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只有10级的城市主题，没有任何一个传说等级的皮肤。而且如果你要购买这个城市主题的话，都必须要花钱，并且价格还不便宜的那一种。因为这种皮肤呢都可以用免费的方式获得，但是都是需要花钱。那之前有猜测过会不会有可能在这个商店中增加传说的皮肤，那传说皮肤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但是登峰造极的皮肤，我询问客服的回答是说暂时没有考虑增加登峰造极的皮肤在这个商店里面。难道大多数的玩家都没有机会获得登峰造极的皮肤了吗？然而登峰造极活动并不是只有在万国觉醒里面出现而已，万龙觉醒也是有他们自己的登峰造极。那么在近期他们是增加了这个商店，你们可以用硬币去兑换皮肤。那就有不少玩家好奇了啊，他这边用6个硬币，然后又可以换英雄的信物之类的，这个不是跟我们失落之地商店差不多吗？也是用6个硬币然后换到一个皮肤。但是万国觉醒获得硬币的方法可能是你占领了某个建筑物，又或者是你完成了一些击杀任务，你才可以获得硬币。但是在万龙觉醒中获得硬币的方法就是透过提升自己的战力，所以这个商店跟万国觉醒里面的失落商店是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它推出了这个硬币系统之后，再也没有第11名的玩家了，只要你达到这个分数就可以获得皮肤。什么意思呢？你们可以注意看下面提升战力之后可以拿到什么奖励，包括提升5万、20万、50万，甚至是更高都没有办法获得。只有提升500万积分之后才可以获得一个，但是商店里面要求要有6个硬币，也就是说你的积分必须要到3000万之后才可以换到一个皮肤。然后在硬币旁边它有写一个剩余次数，就等于说你可以兑换的剩余次数有多少，最多可以兑换到16个硬币。要获得全部16个硬币，等于说你要提升8000万的积分。那获得这么多的硬币来干什么呢？各位应该发现到这边有2个一样的皮肤，但是提升的增益有点不太一样。一个是骑兵生命值提升 3%， 另外一个是骑兵生命值提升 10%。 左边的是定制装扮，右手边的才是城市主题。而且除了城市主题也是可以去兑换其他东西。那如果这边城市主题你只是选择一个，就花了6个硬币，然后旁边英雄信物还有精选果核你都要的话，这边加起来就已经有16个了。不过我自己本人是没有接触万龙觉醒的，所以我也不确定它的这个活动的新规则是怎么样。不过我觉得它这个硬币应该会过期，就是过完这个活动之后，下次就不能再使用了。下次你又必须要重新提升自己的战力，获得硬币，然后再去购买城市主题。当然如果你还是排名在前10名的玩家，依然还是可以获得永久皮肤的。第10名之后的玩家就只能用30天的试用皮肤。我会知道这个东西是我看了万国觉醒的贴吧，有玩家说到万龙觉醒的登峰造极改革了。那刚刚我们看到的2个皮肤，其中一个是装扮嘛，那其实也可以当做是我们在万国觉醒的皮肤特效，不过它是额外再增加 3% 的属性。只要排名在前10名的玩家是肯定可以获得永久皮肤，但如果你是一般的玩家，你没有这么多的能力去提升这么高的战力，那只是需要提升3000万的积分就可以获得城市皮肤，但是不包括那个 3% 的特效了。这样大家也玩得比较开心，不用每天3更半夜起来看着那个排行榜到底自己有没有掉下来。
然后玩家也是算了一下那个战力要提升多少，如果你要获得皮肤，至少你要提升4000万的战力，又想要额外的特效，也就是加3%的增益，就必须要提升到8000万战力那说实在的，这个战力提升呢，在万国觉醒里面算很高了。毕竟各位也知道，我一直长期在做登峰造极11郎的影片，那我看到有很多第10名的玩家其实都是大概在2000万3000万左右。所以在这里我就发现到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一定要提升到固定的战力才可以算是强制性吧，只要你想要拿到皮肤的话啦。那现在的情况会不会比较好呢？ OK， 这里我就给大家2个选项。首先就是现在万国觉醒的情况，官方没有强制一定要提升多少战力，但是你有机会可以获得城市主题，又或者系统强制你一定要提升到指定战力，然后肯定可以获得城市主题。你们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好呢？我觉得左边的选项呢，有一些玩家他们会选择一些王国附近都没有活跃玩家，然后在那个地方获得登峰造极皮肤，可以花更少的钱去获得皮肤。但是右手边那个选项呢，又可以给大家一个安全感吧，因为只要你准备好足够的加速资源去提升战力，你就肯定可以获得城市主题。如果对于一般的玩家只是想要一个城市主题的话，我觉得还好，但是对于那些玩家他每个皮肤都想要收集的话，可能右手边那个选项会开销比较大一点。那缺点不是只有我刚刚所说的那个，这个玩家还有补充到，那其实在万国觉醒里面我们可以运送资源可以一直不断的去采集宝石，但是在万龙觉醒里面，如果你们采集宝石是会疲劳的，运送资源也是有每周上限，所以就算是一般的玩家，你们想要提升到这么高的战力，也是需要自己花钱去购买礼包，又或者是要花很长时间收集的大量的宝石资源加速才可以获得皮肤。这也算是万国觉醒跟万龙觉醒之间的差别吧。而且还有玩家补充到，在万龙觉醒里面也不能拉野，体力结算是按照你打了之后扣的，比如你打一个拉一个，最后还是要扣2分的体力。所以一般的玩家想要上3000万，要么就是氪金，不然一般玩家很难可以攒到这么多。由此可见，万龙觉醒也不是这么轻松哇，他们又有这个限制那个限制，而导致到他们在活动中可能会受一些阻碍。那不管怎样呢，这个活动这个更新呢，在万龙觉醒是已经推出了，至于万国觉醒也会不会把这个活动功能搬运过去呢，这个我就不清楚。不过以我了解，目前策划他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自动打野蛮人的机制搬过来万国觉醒先。而且如果他们不把万龙觉醒那个新的登峰造极活动搬运过来万国觉醒的话，那我觉得有很大可能万国觉醒的传说皮肤真的会出现在外观商店里面。因为我推测的原因就是，其实大多数玩家都不想要在万国觉醒里面提升更高的战力了。而且如果直接推出在这个商店里面呢，玩家是真的需要花钱去购买城市主题，而不是在提升战力。因为提升战力所拿到的资源加速呢，可能我们还可以用免费的方式获得。但如果出现在这个商店里面，你就只能用花钱的方式去获得皮肤而已。我觉得对莉莉丝而言，直接拿到钱会比较值得啦，因为真的有一些玩家他是完全不花钱的，然后累积了大量资源加速，在登峰造极冲战力就可以拿到皮肤了。但如果传说皮肤真的进入到这个商店里面的话，那个价钱应该也不会太低啦。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